这哪儿啊？大公子，这是您的书房啊，您不认得了？那个，我不去书房，我得和我那西跨院去。大公子，您先躺下。来，大公子，你先躺下休息会儿。我去西跨院。大公子，西跨院，您喝多了，先在这里歇一歇。小的这就找人来服侍您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不能对不起郡主啊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是，奴婢只是觉得这样不妥。我张朵兰要你来教我怎么做吗？闪开！兰儿，少公子啊，兰儿，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找你，终于见到你了。少公子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啦。哎，兰儿，骏马人呢？骏马没回来呀，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厅上喝酒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魏蜀明明说他人把骏马送回来了，还说让郡主别担心呢。不好，怕是张朵兰还在打李谦的主意。走。张夫人，咱们这院落狭小，四周又有屋陵，恐怕不太适合放烟花，可能是去别处布置了。怎么会？明明说好的就是在这里的。父亲啊，我觉得后院可能更适合放烟花，要不请大家移步去那儿。这个地方是小了一些，不如就请大家都移步后院，我们看烟花也看个痛快啊！好，这后院虽然开阔，但临近马厩，万一这火星子沾上些干草，可就要酿成大祸了。不如我们就在这儿看吧。小姑娘不能乱看。恭喜张夫人，郡主可真是大度啊！不过生米都做成了熟饭，木已成舟，我看这件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。夫人。娘，夫人，哎，兰儿，怎么几天不见，他连话也不和我说了？莫非是让我跟上？兰儿，几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这些天你对我避而不见，我以为你对我斩断情丝了。兰儿，你是世间最温柔、最美丽的姑娘，你怎么舍得？少哥哥，你对兰儿的好，兰儿心里都明白。但是今天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改日再去啊。走吧，走。这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所有人都在寿宴上，还有比此时更好的时机吗？哎呀，真的不行！哎，你先走吧。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难道你约的不是我？有别人在里面？怎么可能？不会的。那就只有我了。不是，少哥哥。李千人呢？兰儿，自从齐府与你相遇，我便对你一见倾心。遇见你，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。你愿意嫁我为妻吗？难道这是天意？
老天让我嫁的人不是李谦，而是邵哥哥。夫人，我和兰儿两情相悦，已经定下终身。求夫人把兰儿许配给我，明日我便上门提亲。娘，你要么就成全我们吧。想来张夫人说的挺对的，这生米煮成熟饭，木已成舟，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那我就等着哪天吃少公子跟张姑娘的喜酒啦。娘，先起了再说。谢谢娘。如此，就恭喜张夫人了。张夫人啊！哎呀，你看你要把这个画。真好看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刚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我在这家里头吧，明明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刚刚那个下人也不知哪来的胆子，非得把我往书房里送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等他走了之后，我去父亲的书房里睡了一觉。李提举未卜先知，躲过一劫呢。这也比不上郡主的神机妙算，运筹帷幄。只送了一盆花，就撮合了一对有情人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心可都在你身上，要是连你做了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怎么当你的夫君呢？说起来，我也是十分佩服，弄到一盆红泥肠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可你却送给了邵阳，这确实出乎我意料的。在董府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那个邵阳对张姑娘十分上心，送一盆花给少府，只不过是给她接近心上人的一个理由而已。不止，你还替人张姑娘打扮，这一套头面一出，立马帮张姑娘镇住了场子。你说我这机关算尽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坏女人啊？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坏女人啊？不，我喜欢你为了独享我而百般算计。我喜欢你时时刻刻都想占有着我，把我放在心尖上。不要脸，谁要霸占你？既然你处处替我着想，那我也得投桃报李，不是？既然经营皇室婚姻不易，那本郡主就许你，许你富平子贵。你说什么？好话不说二遍。不是，你的身体不是尚需调养吗？宫里医生替我看过了，姨母那个方子是挺管用的。你说真的？一直问，一直问，再问我后悔了。来者何人？迦南郡主于骏马。迦南郡主，您自可以通行，但是李大人并无通行令，这个不太好办呐。现在你看到了，骏马与本郡主同行，请郡主不要为难小人，小人也是奉命行事。那本郡主的命令你也听的是吧？啊，那是自然。提举李谦，也就是本郡主的骏马，我就是他的通行令。无论你受何人意，
再有这样的情况，拿你试问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昨夜小人唐突，请李大人恕罪。无妨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陛下那里该如何交代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这迦南郡主是谁呀？你我都吃罪不起。哎呀，我怎么有一种狐假虎威的感觉呢？什么呀？我倒觉得刚刚太温和，不行，下回再帮你好好出气。你就消消气吧，你的好意啊，为父心领了。孙旭因故迟来，还望外祖母见谅。你公务繁忙，还惦记着哀家，来了就好。外祖母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多了。其实啊，这有日子没见你们，今日一见，高兴，这病就好了。行，那我就待在这儿不走了，我就陪着你。那须问你夫君肯不肯？外祖母不许你陪着，外祖母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哎呀，我真的是舍不得您。保您身体尚需调养，外祖母安心。啊，你们此行匆忙，宫中不宜久留。保宁随提举早些回秉州吧。皇上驾到。我差人唤他过来的。皇祖母，拜见陛下。哀家正跟保宁说，这神武门的守卫该管教管教了。李提举随保宁一同进宫来探望哀家，硬被拦在宫外。皇帝，你说，这岂不是不把哀家放在眼里吗？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皇祖母，您说的是，孙儿定会让人好好管教的。保宁，外祖母已经好了，你随提举，今日便出宫回秉州。保宁妹妹先坐。皇祖母，保宁才刚刚回宫，就让她在宫中再多待几日呗，也能陪陪你。保宁嫁入李家，已是出宫的人，再这么回宫住着，本就不合适。再说，提举随保宁进宫探望哀家，不是有些人也觉着不合规矩吗？既如此，你二人早些回秉州，免得落人口实。外祖母说的是，那我们这就回去了。孙旭拜别太皇太后，拜别陛下。走了。郡主，你建立善堂的初衷或许是好的，可你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战死沙场的士兵遗眷有点良心呢？对，说的对，对，说的对，当人啊，欺我们人啊，不就是欺我们？就是，哇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善堂提供的这些棉衣里面掺了至少有1半的沙子啊！就给他们穿这个呀！用这些棉花缝制出来的冬衣穿在咱们大家身上，到了冬日岂不冻死啊？是啊，岂不冻死啊？给我们出来，有个说法，这不能冻死人吧？必须给我说法。美女也好，掺沙子的棉花也罢，在今日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，但作为筹办者，出了这样的变故，我不会置身事外的。去吧。川娃猝死一事，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
那人间至痛。换做其他人，也会像你一样悲怨。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不会让川娃含冤九泉的。银子，哎呦，这么多银子！给孩子贝口博棺，安排下葬吧。希望大家今天给我做个证。这里一共是5000两银子，将全部用来重新购买白米和棉花。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一人承担所有责任。这我就放心了。是，说的放心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乡亲们，听到没有？郡主施恩，给咱发银子了，大家快抢！别抢啊！别抢！别抢啊！你们这些刁民干什么呀？我们里面这么多钱，都慢点回报我！不要抢啊！别抢啊！郡主小心，都退下！快点，给我走！凡带头闹事者，一律抓捕归案。真哥哥，赶紧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吓坏了吧？我们回去。别动。马上好，马上好。好了。伤口不要碰水，结痂的时候不要抓挠，就是皮外伤而已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这在军中当值，怎么会赶回来呀？东东给我写信，我怕情况有变，便着急回来了。梅米和棉花的事情，我事先毫不知情。抱歉啊，给你惹麻烦了。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外人不了解你的为人，难道我还不了解啊？你这一心一意为灾民办事，他们非但不领情，反而在出事之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怪于你。这灾民闹事看似简单，我估计是有人在幕后指使的。宝宁，你这几天在家里好好养伤，不要出门。这件事情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真的，不骗你。这么好玩的地方，什么时候带上我一个？只要金少爷喜欢，随时可以。今晚如何？时间你定。行嘞。嗨，哎，这个，你试试，先走一步。哎，世子，怎么样？世子不用担心，我保证这批军饷。什么人？你真的听到蔡双提到军饷2字？我也不是特别确定，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蔡双有一点奇怪，我就跟了上去。他们2个人在屋子里面说话，我在外面听，并不真现。这赵孝是军需都运使，蔡双直接归他管辖。他们2人提到军饷，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之处。不对，这赵孝那个人啊，那么心高气傲的，他怎么会跟蔡双那种人来往甚密啊？而且这个蔡双啊，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是有什么事儿不想让别人知道啊。还有，那个赵孝的房间里面啊，竟然没有侍卫把守，可能是我多心了，但我觉得这2个人之间一定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军饷迟迟不到位，再拖下去，肯定军心涣散。玄甲营的兄弟们已经被赵孝盯上了，这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必定打草惊蛇。
陈潇，懂，不就是查那个蔡双的底细吗？正好我最近清闲，这件事儿包在小爷我身上了。这。都这样吧，给他。这个。蔡双这厮拿这么多银子过来买衣服。走。盯住他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。是。珊瑚，你可算来了。你最近有听说吧？善堂出了很大的麻烦。是我考虑不周，当日承诺与你共建善堂，却因为家中的买卖，不得不去临县收账。昨天夜里才赶回来，听说郡主还为此受了伤，伤到哪里？严重吗？哎呀，我没事儿，都是些皮外伤，不碍事的。这些灾民真是恼人，咱们好心好意救助他们，他们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反过来咬咱们一口。那逝去的孩子还不到6岁，这当娘亲的突然失去了亲生孩子，她的心情我倒是也能理解。善堂成立之后，一直都经营得不错，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梅米和棉花掺沙这种事情？都怪我思虑不周，疏忽了善堂的后勤。那些物资有些是花银子买的，有些是乡绅捐赠的，要用到一处，所以就混在一起，没有做区分。事后让东东去查账册，查出来的结果也并不乐观，名单上的捐赠者也太多了，谁也没有办法确定说那些掺了沙子的棉花和梅米是否出自同一个人。珊瑚，你也知道我目前这处境不太适合出去，所以就想拜托你去看看善堂那边的情况。放心，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做。那什么，你再留意一下。之前我整肃家风抓到家贼田嬷嬷的时候，他曾透露过，说锦溪这边的商户和一些官绅会在私底下去钱庄放印子钱。你这久经商界，看看能不能从这儿着手，然后再逐步的查出背后的势力。郡主，你是怀疑这几件事之间有关联？不瞒郡主，我也早有耳闻此种恶行，这些地下钱庄破坏了规矩，损害了不少正经商贾的利益。我已暗中追查出些许眉目，只是还不敢打草惊蛇。你就放心去查，我给你做靠山呢。是。撤！你这是把你爹的话当耳边风啊？哎呀，爹，现在可是大灾之年，有这样的一颗果子吃，实属不易，不能浪费，对不对？爹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你说的事情我认真考虑过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还小，不着急成亲生子。这样，您要是觉得那个陈家小姐她家世容貌不错，您娶她做田房，做您的第8房小妾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哎，爹，我绝不会和您抢女人的啊！好好去享齐人之福吧你！没长眼睛啊你！金小将军，是我，您让我去查的事情有眉目了。是不是蔡双那边又有什么动作了？蔡双那边倒是没什么动作，不过在调查的过程中，属下发现，锦溪有人私设地下钱庄，不少商户为了利益纷纷投钱。据说，这地下钱庄的幕后主使是个很厉害的女人。看来那个布店是有问题，带上你的人
立刻跟我走。是。好像是犯了事儿，来抓人了。都见了，别走了。住手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哎，为什么抓我？装什么糊涂？为什么抓你？你心里不清楚？私设钱庄，坑害百姓，现在还妄想烧毁罪证。这账簿不是我的，刚才烧毁这账簿的人从后门溜了出去，你现在去抓还来得及。想把我们调开自己好逃走，人赃并获，别狡辩了啊！带走。是。哎你。金小将军，他嘴硬得很，一个字都不敢说。金小将军是吧？既然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将我当成犯人，那这审问犯人的差事就指定交给你来做。过来说话。你一个阶下囚，真是好大的排场。说我是阶下囚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人证，我；物证，那本被烧毁的账簿，两者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，将我当成犯人带来这里，请问，我犯了哪条法，犯了哪道律啊？董珊瑚，董家大小姐，12岁起跟着父亲走南闯北，小小年纪便在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。董氏商行有今天的财富和地位，你董珊瑚功不可没啊。说重点。重点就是，我收到线报，有人在秉州私设地下钱庄，收获大量财物，在背后运行的是一个常年混迹于商市的女人。放眼整个锦溪，有哪个女人在商贾中的地位能和你董珊瑚相提并论啊？姑且将这番话当作是你对我的赞美。不过，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：自打我董珊瑚经商以来，就从未接手过地下钱庄的买卖。你抓错人了。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还想狡辩？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你所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。我已经讲过无数次，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家店铺，是因为我就跟全天下的女人一样，有一颗爱美之心。看到街头新开了家铺子，我便进去逛上一逛，说不定能挑几身合适的绸子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顾客，那掌柜的呢？那么大一间铺子，没有掌柜的身影。老板跑了，跑之前还烧毁了账簿。心动的，你是不是真以为我傻？你若是不傻，就立刻将我放了。与其有时间在这里跟我磨磨唧唧，倒不如带着你的人去抓真正的罪犯。你好大胆子！哟，害羞了？既然这个犯人不肯配合，那便让他好好尝尝这牢房里的规矩。是。迦南郡主亲自出面求放人。是。回头见。你真的误会珊瑚了。梅米事件发生之后，我就承诺山塘那些灾民给他们一个交代，那不是近期不便出门吗？我就让人家珊瑚帮我办事，哪知道你们这阴差阳错闹这样的误会。听到没有？误会。我哪知道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那家店铺你早不进晚不进，偏等我带兵抓人的时候进，不误会你才怪呢。不抓你抓谁？明明是你犯糊涂抓错人，你不道歉也就罢了，居然还反过来说我的不是。哎，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哎，好了，金宵，这事儿啊，
的确是你欠考虑，欠人家董家小姐一个交代，你就赔个礼道个歉不算什么，能屈能伸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。快点吧，别磨蹭。那个，这件事儿吧，确实是我考虑不周，对不住啊。既然误会都解除了，咱们就喝一杯。对，来喝一杯。多谢郡主和骏马此次相救，不然呢，我真被某人当成犯人抓起来了。哎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这么没诚意的道歉，我可受不起。那怎么样才算有诚意啊？是不是要我跟你跪下，然后侦查，你才觉得有诚意啊？啊，你说这知情的知道你们在吵架，不知情的以为你们俩在打情骂俏呢。跟他打情骂俏，还真是绝配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效仿我？是你效仿我才对吧？不是你这人。行了，这不是不打不相识吗？珊瑚，这位是金海涛金大人家的嫡长子金宵。先别管之前发生了什么，咱们立场是一致的嘛，就是为了找出幕后的真凶。既然这样，那何不一起合作呢？对，金宵，你之前说秉州有人私下设立地下钱庄，是真的吗？目前为止只查到了一些皮毛，只知道背后在运作的是一个女人。郡主，你在都城住的这段时间，知不知道有家店铺叫做丰泰布行的？不曾听过。这个女掌柜果然有问题。那天我刚好路过，看到是个新开的店铺，便想进去看看。进去后，看到一个女掌柜正在盘算着什么。啊，姑娘，随便看看啊，小店刚开业，姑娘若是看中哪匹啊，我给姑娘按价格6成算。原来是新开张的铺子，难怪我从前未曾见过这个铺面。哎呀，别看咱们铺子是新开张的，但是这织布跟绣艺的经验啊，已经有10年之久了。因为生意好，好多地方都开设了我们的铺子。姑娘您现在光临的，都是我们第6个分铺了。哦，开了这么多铺子，那请问总铺在何处啊？自然是在都城那边啦。就连宫里的贵人啊，都对咱们的绸缎赞不绝口。我看这绣工啊，倒是民间绣法，官绣讲究用线之一二丝，用针如发，细者为之，灭针线之痕迹，技巧高超。可你看你这布料，绣工粗糙。姑娘，你管它是不是真的官绣呢？你买绸缎图的不就是个款式和面料吗？那可不对，款式和面料只是其一，绣法和针法才是占据主位。你要是不买啊，你就出去，别在这儿打扰我做生意。老板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啊！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，就如此激动。哎，宁波不是开的是一家黑店。这是那个女掌柜逃走时留下的账簿。我赶到时啊，
已经烧毁了大半。你这随便说几句，他便吓得把账簿烧毁。看来这账簿肯定有问题。这事儿都怪我，要是我早些时候赶到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现在账簿被毁，女掌柜不见踪影，只怕这一切要从头查起了。那也说不准呢。你们看这个，3月初10，购得云锦15匹，共计白银3万两。但是按照现在的市价来说，15匹云锦最多也就200两。那掌柜愿意花3万两去买个不足1000两的东西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掌柜做假账。难怪他急于烧毁账簿，原来是急于毁灭证据。虽然烧了这么大半，但咱们还是能把剩下的有问题的地方都列出来，然后再根据这些去找供货的源头。郡主说的有道理。金宵，你负责将部分主事抓起来，主要让他们分开隔离审问，然后让他们互相指认，肯定有经不起事的，能吐露出来实情。好办法，利用他们的疑心，再根据证据，总能找到罪魁祸首的。最近玄甲营可有异常发生？回大人，自上回帮着李提举去李府镇压灾民回来被罚后，最近倒是很安分，没什么异常。那就好。只是金小将军最近频繁带着人外出行动，倒是不知道干嘛去了。金宵，这个人和李谦的关系可不一般，暗自观察金宵，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是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喝茶？我原本想着早些收手，要不是你在我面前拼命游说，事情会恶化到这个地步。高妙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2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我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也休想置身事外。夫人，你何必急成这样？到现在为止，不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吗？陆婉那边出了变故，风态不好，已经被查封，你还沉得住气啊？为了保险起见，咱们从未与陆婉有过任何直接接触，他知道的信息有限，即使被抓，也供不出你我来。话虽如此，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钱庄在秉州运作这么多年，向来太太平平，相安无事。这怎么突然被官府给盯上了？一层层查下去，难保会查到我们头上。唉，这好好的买卖突遭破坏，咱们呀，可真得好好谢谢那位迦南郡主了。您可别小瞧这迦南郡主，她这年纪虽小，心机却深着呢。当日都城宫变，她可是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虽然现在还没有怀疑到你我头上来，但这件事情一旦闹大，必定会揪出幕后之人。到时候夫人和我，才是真正的束手无策了。如何是好？但这件事情呢，也并非没有解决之法。单看夫人愿不愿意和我配合。什么解决之法？听闻夫人的夫家兄长庄礼是首辅汪几道最得用的学生。这首辅汪几道在陛下面前很是说得上话。为了避免事态严重，夫人，您需要立刻修书一封给庄大人，趁事情暴露之前，还得让首辅大人协同在陛下面前参郡主一门。
你们二人要参保宁？陛下，臣等知道，陛下向来对迦南郡主爱护有加，但是迦南郡主在秉州利用郡主的身份私设善堂，贪污受贿，还廉价购置了大批美米供灾民食用，此举有辱皇威，罪不可恕，还请陛下严加查办，以肃国体。太皇太后驾到！皇帝，皇祖母您怎么来了？哀家听闻，有人参奏迦南郡主，正想办法置郡主于死地呢。皇祖母切勿听信小人谗言，宝宁是朕最疼爱的表妹，有人想要置她于死地，还得问问朕同不同意。壮礼，你可知平白诬陷他人，该当何罪？回禀太皇太后，臣绝对不敢妄言，奏折当中所提到的事，句句属实啊！哼，句句属实。正是。你是亲眼所见还是亲耳所闻？一个在锦西的秉州，一个在都城，两地相距千里之遥。你仅凭一面之词就给宝宁定罪，哼！我看你仗着是汪几道的得意门生，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。汪几道，臣在。永庆国人打着联姻的旗号求娶宝宁，实则是要进犯我穆安国。哀家没见你给皇帝献计献策，如今听风是雨，给宝宁罗列罪名，欲将宝宁置于死地，你是何居心呢？太皇太后，臣并无此意。哀家看你就是此意。皇后娘娘到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皇太后。皇后，朕没宣你，你来作甚？皇祖母，江宝宁仗着自己是郡主，在秉州是作威作福，搞得如今是满城民怨激深，人尽皆知。皇祖母不但不去为天下的百姓着想，反而去偏袒一个犯下大错的江宝宁。究竟是这天下的百姓重要，还是一个小小的迦南郡主重要？凭证，哀家心中凭证重要，岂容你等红口白牙诬陷宝宁？我身为穆安国的皇后，一国之母，当然有足够的资格去评判她了。皇后，朕没你的事，退下。陛下，你还护着她？江宝宁早就嫁给别的男人了，还是您最爱的皇祖母亲手送出去的。皇后，放肆！居然对皇祖母无礼！你们一个个的全都偏袒江宝宁。皇祖母，您年事已高，久病缠身，还是不要去理前朝之事了，好好的享享清福吧。你，太皇太后，皇祖母，皇祖母，皇祖母，杜少，快传医诏。是。娘娘，又是江宝宁，阴魂不散的江宝宁，都怪他，都怪他。此番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跟太皇太后口不择言？此番怕是彻底惹怒了一哥哥。
陛下与娘娘互不理睬，本就有一阵子了，今日之事更是雪上加霜。娘娘不妨先服个软。怎么了啊，郡主？孟姑姑说，皇祖母被那个韩同心气得一病不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几个月前咱们去看太皇太后，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说是那个庄里写了一份弹劾我的折子送到陛下案前，把今日在秉州发生的大小变故全推我头上，还说什么说我收敛钱财坑害灾民。皇祖母一气之下就去陛下面前替我做主，被那个韩同心以皇祖母护短为由给驳斥了，皇祖母一气就气病了。庄里可是庄夫人夫家的兄长？就是他。可是据奴婢所知，这位庄大人与郡主从前并无嫌隙，无端端的，他为什么要在陛下面前诬告郡主啊？我知道了，莫非此事与庄夫人有关？上次董老安人寿宴，郡主为了替小姐出头，让庄夫人母女当众出丑，于是庄夫人怀恨在心，就借善堂出事的时候添油加醋，大做文章，以报郡主当日折辱之仇。这些鸡毛蒜皮之事，庄夫人不必如此大动干戈。她急于想置我于死地，让她狗急跳墙，恨不得将我除之而后快的，应该是还有别的事情。宝宁，听说太皇太后病了。外祖母本来身体就不好，那韩同心一向口无遮拦的，这一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。但是我又不想匆匆的回去，不然外祖母肯定又会担心我。况且以我现在的处境，我也不太适合回都城去添乱。所以你写了这封平安信，想让外祖母宽心。魏叔，公子有何吩咐？派人快马加鞭送入都城，要快。是。宝宁，之前秘密抓捕的那几个商铺掌柜，有个名叫孙老三的，终于熬不住审问，交代了一些事情。丰泰布行的那个女掌柜名叫陆婉，之前开过一些店铺，有卖古董字画的，有卖珠宝首饰的，但都有个共同点，这些店铺门面很小，店里不但货品不全，且3天开张2天关门的。后来这个孙老三通过朋友搭上陆婉这个关系，才知道这个陆婉真正的行当是利用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，私下设立地下钱庄，大量收放折子钱、注私钱，将这些来路不明的黑钱洗白。不过这个陆婉心思缜密，防备心非常的强，如果没有相熟的朋友介绍，鲜少露于人前。怪不得这董珊瑚纵横秉州商界，却对陆婉这个人一无所知。那个叫孙老三的，他可供出陆婉的落脚点？晨曦财神客栈，我正要带人过去抓捕呢。这个陆婉没权没势，却能在锦溪悄悄经营地下钱庄，要说他没背景，你信吗？但这倒好办，只要抓到陆婉的话，便能逼问出幕后之人。不行，这样会打草惊蛇的。那个背后操控者，他能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，将这地下钱庄经营得风生水起，说明他头脑清醒，行事小心。你这样贸然去抓他，肯定会打草惊蛇，白忙一场。可是现在时间紧迫，庄里在都城这一告一状，多少只眼睛盯着，我不想看到你名声受损。这件事情我必须立马解决。那我以自身为诱饵，引出这条幕后大鱼。当然不行。我知道你敬我爱我，想要保护我，可是我也想保护我的家人，我爱的人。相信我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。
夫人请坐。这客人进门愣着干嘛呢？啊，还不过来？请问夫人是打尖还是住店啊？有茶吗？夫人想喝什么茶？君山银针。哎，我家夫人问你话呢。这君山银针有是没有？有是有，不过嘛。啊，那既然有就来一壶吧。要无根之水泡煮，紫砂壶盛放。哦，让你们老板亲自来泡。夫人，您这要求可不简单。这一壶茶的起步价就要880两。小满，给他1000两。是。这是1000两，要是煮得好的话，我再追加1000两。看来夫人今日来此是另有目的了。您稍等，我去通知掌柜。你是迦南郡主，陆掌柜认得我。迦南郡主声名远扬，这锦溪谁人不知谁人不晓。只是不知，郡主今日来此，所谓何事？经人介绍，想跟陆掌柜做笔买卖。真是折煞我了。郡主乃皇族贵胄，出身高贵，我等平民啊，哪有资格与郡主做买卖？以这880两一壶的君山银针，其他店可要不出这个价。哎，我可是一文不差的付了银子啊！你现在要将我拒之门外，这传出去，多没颜面呢！都是为了生财嘛。坐下来仔细谈谈。陆掌柜，我们郡主能找到财神客栈，并一字不差地对出街头暗语，你实在不应该怀疑我们的诚意的。陆掌柜，如果你真的想跟我们合作，就拿出你的诚意。不知郡主想要什么诚意啊？我要跟你们管事的做生意。蔡大人，瞧，我给你带了大客户。果然是你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竟然敢背叛我！还不束手就擒！想抓我？少校，你让开！李谦，蔡双由我来管辖，用不着你多管闲事。
打起来了，抓人呢！郡主，让奴才好找，马上去找救兵去。好。蔡双，跑，继续跑。既然郡主对我穷追猛打，今日便随我私奔，浪迹天涯去吧。郡主，郡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阴贼竟敢欺负我们郡主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蔡双，你说你呀，堂堂随编大营法算，管着将士们的军需，竟然干出这种勾当。今日你要是嘴硬啊，小爷我就慢慢陪你玩玩。这可是秉州李府的地界，可没人能救得了你呀。金小将军，你我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你就放我吧。啊！哎，那我怎么和我好兄弟交代啊？李谦他可是为了避嫌，才托我来审你的。这样，今日啊，就让你好好尝尝小爷我的铁腕。金小将军，我找，我都找，我找。说吧。走。岂有此理！你放开我！老实点。干什么你们？这是。娘，我告诉你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？我管你是谁呢，还不是落在小爷我手里边了。关门！别关！真傻的你个混蛋！你个这个混蛋！蔡双滥用私权，挪用军饷，结党营私，谋取暴利，致玄甲营无米可食，无衣可穿，扰乱军心，罪无可恕，处杖刑100，革除军职，永不录用。立即行刑。放下。我不过才离开了几天，秉州城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端。庄府78人尽数收监，1半以上的商铺都被官府查封了。灾民吃了没米，命丧善堂，而送往兵营的冬衣被查出了这么多管住的泥沙，这些都直指我李府。胡一良只给了我3天时间，3天以后要给他一个答复。你们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叔父，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，我愿承担所有罪责。李谦，能不能谈谈？堂兄要谈什么呀？蔡双受审，定是盼要出不少相关之人。我想知道，妙容是否也被牵扯进此事？堂兄是受高妙容所托来问我的吧？难道你就不担心一下你自己？我一个大男人，做错了事，本就该一肩承担。但她是个女子，若是身上背负了污名，怕是日后连嫁人都难寻得一个好人家。
我想请你看在从小与他一起长大的份上，放他一马。我知道你从小就对他照顾有加，但人情是人情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哎，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求过你什么，仅此一次，希望你看在大家都是兄弟的份上，帮他一回。你以为我放了他一马，高妙容他就能脱身了吗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，接下来该做什么，我自有分寸。你，叔父待我情同父子，我却因为一己私欲，辜负了叔父对我的信任。不仅没有按照叔父的意思去救助善堂，还将这笔周转资金挪为私用。为了弥补这笔亏空，我将剩余的钱全部去购买了梅米，送到了善堂。至于掺沙的棉花，也是我为了给叔父一个交代，故意而为之。侄儿犯了滔天大祸，愿受所有责罚。李林，你为什么这么糊涂？堂兄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说你有什么困难，大家一起解决不就好了吗？你为何昧着良心去做那些害人的事情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孩子他还不到6岁呢？堂兄胆子再大，也不过是管理李府的庶务，怎么可能在秉州官商两界为所欲为呢？要是没有父亲的私印作为通行证，那些官商怎么可能会跟他合作呢？可是这件事情一旦深究下去，咱们李家也脱不了干系。此事在锦溪影响颇大，一旦这火烧到我们李家，这抄家灭族，怕是在劫难逃了。什么？要抄家灭族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们李家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才走到今天，若是摊上了这桩官司，哎呦，老爷，您别不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我李府有谁的胆子这么大，敢偷我的私印呢？是呀，这。大人的印章是我偷的。这……你说什么？对，是我。高福玉，你我相交多年，你为何要害我？自从李家迎娶郡主，门第越来越高，大人和我这个所谓的谋士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。人都是有私心的，福玉未能免俗。为了日后长久利益，我擅入大人书房，窃取印章，作为己用。大人给李林的那笔作为周转的银两，也是在我的劝说之下，挪为私用。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犯下如此大错。你说地下钱庄之事，你也参与其中了？是。高福玉啊，高福玉，你不知道这么做会杀头的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事已至此，任凭大人处置。
来人呐！把高福玉送去衙门，听候官府发落。李伯伯，求求你放过叔父这一次吧！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叔父他孤家寡人，无儿无女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勾结地下钱庄，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啊！而且事情闹大了的话，又不止叔父一个人去勾结地下钱庄。夫人，若是事情闹大了，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夫人，您每个月的那些折子钱，可都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娘，你真的放了折子钱啊？那我有什么办法吗？那像他刚才说的，哎呀，还不是为了迎娶你那个郡主嫂嫂？我们李家里里外外搭了多少钱，你爹他心里没数啊！何翠花，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蠢媳妇？娘，你快说呀，你到底有没有放折子钱？哎呀，你别问了你，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我没法活了。娘，哎，你真的放了折子钱啊？娘，事已至此，追究每个人的过错没有什么意义。地下钱庄涉猎甚广，即便抓捕那个蔡双，追捕回来一部分银钱，可是还有一部分要发去军营的抚恤金还没有找到。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损失减低到最少。我愿意暂时用我的嫁妆来弥补亏空，等事情都结束了再慢慢追回吧。宝宁，这个事情就这样。爹，郡主，你的心意，我李长青放在心里。爹，就算宝宁用私房钱填补了损失，但这件事情已经给李家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无论朝廷还是官府，势必要给个合理的说辞啊！大人，这个责任就由我来担吧。叔父，叔父，叔父！娘娘，还有半旬就是寿典了，这段时间辛苦二位大人了。但是本宫决定，暂时就不办这个寿典了。万事俱备，只等日子了，请娘娘三思啊！娘娘三思。本宫也是刚刚才得知赈灾之艰难，实在是不应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来大办寿典啊。所以本宫决定把这笔开支省下来，用来赈灾。已经调度的器物和采买的物品，就有劳二位大人了。娘娘真是人心善念，母仪天下呀！娘娘如此彰显国母风范，臣实在佩服。臣等这就去办。哎，娘娘，您怎么说不办就不办啊？这白费了多少功夫啊！太皇太后说的对啊，本宫不仅是一哥哥的妻子，更应该是穆安国的皇后。